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小六，又係我 Andy 啊！嗱，TT Artisan 咧真係出好多鏡啊！之前已經出咗75mm 二光圈啦，咁啊嗰支嘅自動鏡咧係俾呢個 Nikon Z-mount 可以用得到啦。咁我哋都有條片咧就已經係出咗啦，大家有興趣嘅可以睇翻啦。咁另外啦，喺同時間其實佢出咗一支咧就係75mm 1.5光圈啊，咁佢就有呢個咧旋散景嘅效果啦，仲要係 M42萬能嘅轉接環啦。咁啊，對於咧係任何好似我咁啦，有好多唔同牌子嘅機嘅朋友咧，佢係相當之好用嘅。咁今條片咧，我哋咧就會攞佢出去咧，就會測試下睇個效果會係點嘅。咁喺影片開始之前咧，記得要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嘅頻道啦，記得撳埋鐘仔就會第一時間收到影片通知啦。希望大家咧可以多多 follow 啊，因為咧好多時啲片咧有70幾個%咧係睇咗係冇 follow 啦。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哋去訂閱啦，令到嗰個咧訂閱數更加高啦，可以快啲去到2萬啦，咁可以拍多啲片俾大家睇啦。咁另外啦，亦都可以咧係 follow 我嘅個人 IG 啦，可以 like 啲相啦，可以睇下咧作品嘅喎。咁我哋咧可以睇下鏡頭嘅外觀先啦。咁鏡頭啦，咁啊就會係呢個咧鋁合金嘅製造啦。咁啊份量咧都幾重手，因為咧如果打開個鏡頭蓋都係金屬嘅。咁打開之後，你會見到咧其實佢係好大個鏡肉啦嚇。咁啊，佢係最大光圈咧，係由1.5光圈啦，去到呢個咧16光圈嘅。咁佢咧其實你擰落去咧，佢唔係無極嘅，佢都會 feel 到有一卡卡嘅效果。咁俾大家容易知道啦，大家擰落去邊啦。咁但係始終咧都係 M42啦，冇電子接點啦，咁就唔會有提供到機身數據㗎啦。咁但係如果以呢支鏡2000零蚊嘅價錢，咁你都預咗佢係唔會有呢個電子節點嘅功能㗎啦。咁另外啦，咁啊除咗有光圈環啦，亦都會有呢個手動環啦。咁手動環咧其實都幾順暢，咁啊亦都一定嘅阻力啊，就唔會話一推佢就鬆一滯，或者太緊好難推。咁我做手動對焦嘅時候啦，單手咧去推嘅話咧都推得喐嘅。咁啊呢個咧都係幾順暢。咁另外啦，咁啊亦都有對焦尺啦。咁因為佢係用 M42接環啦，咁我會擺落去好多唔同嘅機嗰度，可能咧嗰個對嗰個中軸嘅位咧，可能咧都唔係咁準。咁佢亦都可以咧有得俾你去調校咧，移翻正個中軸對翻正，咁就會一嚟咧，如果你真係會用對焦尺就會準好多啦；二嚟睇落去亦都會係靚仔好多啦。鏡頭咧就會係呢個58mm嘅 filter size 啦，咁啊都好易揾濾鏡嘅啫。鏡頭嘅最近對焦距離係0.75米，咁以75mm啦全片幅嚟講咧，0.75米咧都算係一個唔錯嘅距離，都可以影啲近少少嘅嘢。官方嘅重量咧佢好特別嘅，佢寫500幾至600幾 gram。今日咧就同Ice 啦，就我哋出咗嚟呢個天后啊、大坑啊一帶啊，咁我哋咧就試下支鏡影相嘅，睇下出嚟個效果會點咯。鏡頭啦就會係全片幅75mm嘅焦距啦。咁如果用喺 GFX 度嘅話咧，佢大約咧係60mm 左右啊。咁我自己試過用咧，其實嗰個距離反而咧係用喺 GFX 係幾好啊。如果用喺 APS-C 嘅，大約就係112或者113嘅焦距啊。咁喺個長焦方面亦都係影人像啦。咁其實呢支主要咧都係影人像啦，因為都係大光圈散景啦，仲要好特別嘅會有旋嘅效果啦。咁我試過影嘅時候啦，如果你想佢個旋嘅效果係突出嘅話咧，背景咧盡量咧都可能係一啲樹影啊，或者一啲嘅水面反光嘅鱗片啊，嗰啲效果咧你就會睇得係會出色好多嘅。咁另外啦，咁啊鏡頭啦，咁啊官方就話啦，用喺全面幅啊或者 APS-C 一定係冇問題啦。咁用喺中幅我自己試過咧，咁官方就話會有少少暗角嘅，咁但係我自己用落去咧就我覺得係其實唔算好勁咯。咁我自己由無論最大光圈啦，或者係收到最細16光圈啦，其實都係完全係可用範圍。咁係我覺得係幾驚喜嘅。咁所以同埋佢嘅重量大細嘅，其實配落去 GFX 嘅機咧，其實個平衡度反而都高咯。鏡頭開盡咧，亦都唔會話咧係 soft 到啦。你對焦嘅時候咧，完全係對唔中啦。例如我開呢個峰值對焦啦，咁基本上咧，其實你放大少少嚟睇，你會見到佢咧眼睫毛都清晰會見得到，係有少少朦朦地化開，但係對焦咧都唔係大問題嘅。咁我覺得用落去 GFX 係真係幾好用。啱啱咧就揾咗個位影幾好，就係呢度。以前好出名嘅大一藝術設計學院啦。咁呢度咧頭先有啲太陽光啊，有啲樹影啊，就好啱影呢支鏡咧嘅全景啊。
有啲朋友就問啦，點解要出 M42 mount 啊？嗱，如果有玩開老鏡嘅朋友咧，就會知啊。其實 M42係萬能插，因為好似我用 GFX 好或者 X Pro 好啦，咁啊即係 GFX mount 或者 X mount 都好啦。你有轉接環咧，其實你就轉接就可以用得到啊。包括啊 Sony 啊或者 Nikon 啊 Canon 嘅所有模範啊，你總之有轉接環 M42 都可以用得到。咁所以係非常之方便，一支鏡你可以用到咁多部機啊。甚至乎如果你有 M42 嘅轉接環嘅菲林機咧，佢都可以用得到啊，所以係一個非常之勁嘅一支萬能插鏡頭。大家可以睇下啦，開盡 1.5 最大光圈咧，嗰個散景效果會係點樣？咁試用過呢支鏡之後啦，其實我自己覺得咧都幾好玩，一嚟價錢咧都唔係好貴，都係2000零蚊啦。咁可以咧玩一支全新嘅帶有復古效果嘅鏡頭啦。咁以前我都試過買啲白羽怪啊嗰啲去玩嘅，咁但係咧個光圈咧亦都未必係去到咁大啦。咁呢支有 1.5 光圈啦，咁啊影呢個船散景係非常之顯著突出啊。咁啊好似頭先所講啦，你只要對住一啲有光嘅樹嘅背影啊、樹葉啊，甚至乎一啲嘅水面嘅鱗片光啊啲咧，亦都會出嚟嘅效果係好顯著嘅，都幾靚，出嚟嘅散景效果唔錯。另外顏色方面咧，我覺得咧佢就會比較咧個對比度咧會比較大嘅 contrast 會比較大，咁出嚟嘅效果其實亦都係有翻以前嗰啲老鏡嘅效果嘅感覺。咁可能如果你驚佢 contrast 太大，可能你喺後期你可以要做一啲去做調校啊、顏色啊或者係對比度嗰啲，你要去校翻咧，其實就唔大問題啦。咁但係我自己幾中意呢個復古感，但係有時可能 contrast 太大啦，背景可能比較黑少少啦，咁個船景唔係好出，咁只要做後期去做調節咧都冇問題。另外啦，佢嘅抗圓光能力咧一定係唔會有現代鏡咁勁，因為佢係復古翻咧以前嘅鏡啦，對住光源做拍攝就好容易會出現一啲嘅 flare 啦。反而咧我就中意咧老鏡會有一啲嘅呢啲嘅 flare，即係可能啲彩虹光斑啊呢啲咧，我覺得係幾靚，再配合埋船景咧，咁就好容易會做到一啲嘅復古感嘅效果。咁所以如果有興趣中意玩老鏡，但係又唔想買支老鏡，或者可能驚佢會發毛啊、質素有參差啊，或者可能有驚佢好快就會有問題嘅話咧，咁不妨都可以試下買呢支全新嘅復古鏡。鏡頭官方嘅定價係269美金啊！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喺下邊嘅連結選購翻。好啦，今條片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我哋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頻道，記得撳埋鐘仔，就第一時間收到影片通知我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